是的，对吧？在我们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这个打野选手玩个豹女，然后一个人把全路杀穿，这种画面是比较多见的。当然，我觉得对于 RV 来说，虽然他们现在排名的分数没有任何的压力，但是这一局我觉得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容错率比较低的德莱文。我觉得还是要练兵。对，就跟 FP 的思路有点像吧。我觉得现在因为大家都没有了这个排名的压力，所以说更多的是要为后面的 BO5去做准备了。因为我们目前比赛 BO5的最后一局不会像以前的比赛一样是盲选，所以说如果真的打到第5局，这个英雄池会被压缩的非常厉害。是的，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哎，为什么有一些队伍它稳进季后赛之后，那他有些这种选择会有一些奇怪，但是会要调整一下。哎呦，连砍3刀，这3刀下去是把 SS1 的下路双人组都打了半血。这个血量右边换人很好，现在左边这个血量有点低。对，而且线也被卡住了，这 RV 可以做慢推线。我也是往上刷到。如果这样去换血的话，其实蒙奇要稍微当心一点，因为自家的打野是在下路。但我感觉蒙七有一点是就老鳄鱼了，他有些这种机警性，尤其在上路保命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的主要问题我觉得是在正面打团上，有些时候的支援和站位可能会稍微出一点小问题。然后蒙奇之前打那个 solo 赛打得非常多，对吧？这个对线端的实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也会一直去用断线这样的一个偏向于 solo 赛的打法嘛，对吧？感觉到灰八来了，但是塔下也不想走吗？还是不要这波兵了。刚说完，灰八是没有到5级的，所以说这波问题不大，不用交闪。但这样的情况下，口香提在上路防御塔这里是吃到了不少好处，只能硬亏。就你这波蒙西在塔下待着就是死，一定是死。所以说，就算是被魏打回家了 ，TP 上线起码比死了在 TP 上线会好一些。这也是魏这个英雄在目前版本为什么优先级那么高的原因啊！就他来到5级，在上路的那波 gank， 你像上一把，就是对面就算是个奎桑提，魏都要尝试去越一越。是的，对吧？更不用说你去越一个没有大招的鳄鱼了。而且这种锁头，其实来到这个版本，我觉得它优先级可能会更高，因为没有金身了。对，哇，这金身3300块。对，就算你选择去出小护臂的话，也要1400嘛，会比以前贵个400块。加上很多 AD 英雄如果没有 AP 加成的话，这个中亚的性价比就会比较低一些。包括水银啊。对，这些都是现在要去出的主动装备了。我觉得这个调整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改动吧。新的出装也有很多理解，对，很多思路。对，我看很多职业选手他们的出装，其实在每一局当中也都会有所变化嘛。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学一下新的出装的话，也可以多来看看我们的比赛。是的，然后哎，这个位置问题不大，因为有闪。对，那个其实我看了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职业选手在比赛里面的出装，因为它是一个5v5的比赛，其实跟我们很多 rank 的出装还是有些英雄会有一些区别。我觉得是节奏上的区别吧。对吧？你像这个，特别是对于一些战士英雄而言，你是先出一些坦装，还是先出一些输出装，还是有所讲究的。就包括像青钢影这个英雄吧，比赛里面都是出神分的，但是在 rank 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出3项的。像3月2嘛，这个也就是过来看一下。豹女前期起节奏肯定还吃亏的。这把没有吃到头，就前期没有爆发出太多的冲突。如果两边去对拼第一波资源团的强度的话，我觉得 SS1 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对，就是他们打上半区的优势很明显，但是如果 Barry 也来到了这边去打一个5-5的大团，那可能会不好说。但显然就是咱们现在换线是比较早的嘛，所以双人路已经来到了中路，SS1 这边是晚换一波。单闪顶2个。有人跟一些输出，大招炸一下，有机会吗？灰八也来了正面了，蒙奇赶来正面战场，但是没有距离去咬。双方浅尝辄止，教了一些技能的互换。酒桶的闪现加治疗换了对面加里奥的一个治疗。但显然RV这边打得很凶啊，这是要收你的野区。
这场暴女的节奏比较一般啊，其实逛了很久。不过魏也同样没做事，两边打得异常的稳健。也去看到 X 了，但前期我认为可能魏更需要做一些事情，就豹女多保一下自己的，我就自己的发育和刷野吧，因为魏我觉得他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那就只好等第一波资源团了，还有30秒左右的时间。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魏是直接搂了一个3项，都没有考虑先出鞋子，他就是要把这一波资源团的战力给拉满。而且现在一般无论是盲僧啊、魏啊，现在就是到这一步就是裸3项。就是你把战力盛装提前，那其实对于你的第一波资源团强度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如果你出鞋子的话，3项毕竟太贵了。野区过来逮一下，灰八被逮到了，打了半血的状态，后续还能追击吗？可以走。看，而且小张也过来帮忙。文熙不太好留人，但是灰八现在这个血量得去吃下果子。而且灰八现在身上没闪。想要开2技能顶到3个人，大招拉下来了 SMY， 加流也做大招，避掉 X 的闪现跟进去，被定住了。但是泰克嘲讽能嘲讽到吗？灰八没有办法，那先拿先锋没问题。奥格斯和蒙奇回头想继续打吗？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呀，要不要组织一下，看一下下路的小龙？是的，就刚刚那波灰八，因为一开始的状态并没有那么的满，所以他一直选择在打先锋，把这个先锋拿掉。那这一波战术 RV 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拿一下上路的河蟹，然后看一下下路的情况。那现在 RV 也来了。那我们开始会觉得，左边他们打这个团战的效果会好一些。现在这边又被控住，这就是魏给到的压力啊。大招锁放先锋，要硬杀你的打野。阿克斯在塔下，这个防御塔已经是被撞掉了。RN9闪现跟伤害，一套要把豹女秒了吗？最后一丝血，平 A 跟上伤害之后，由魏拿到人头，回头打龙了。这样你中下2路线给到的压力十足，你是没有办法看下路这条小龙的。对，可以先反野区，然后再往小龙靠一下，中线德莱文也能够抢一下。哇，右边是全部收，利用这个先锋给到了 August 这边的压力太大了，而且位置也被逼走了。灰八把你的红 buff 野区全部清完，再来动小龙。这一波 RV 赚了非常多的资源啊。就你别看人头只有1个，但是经济领先了4000块钱。是的，包括上路那一波，他们拿先锋的先锋团，其实也是没有人头的产生的。但你从优势上就能感觉到 RV 的优势是十足的。伤害可能也很果断，虽然说这波开心海报已经吹得非常不错了。这个豹女很难发挥，我觉得还是从第一波先锋团那个位置说起。蓝 buff 刷新之后 ，RV 又要继续入侵，如法炮制，开 SMY 交了闪现。这个肉酒桶还要追吗？鳄鱼也在一旁虎视眈眈哦。这波 SS1 可能有一些想法，这个蓝 buff 不想那么轻松放，能留一下吗？再找机会。这个位置也不是很好去抢，还要硬留吗？闪现去咬，咬到了，看灰八交失闪现往后拉开。蒙西一个人扛着3个人的伤害，被加里奥嘲讽住，那只能交代在人群当中。其实对面拿完蓝 buff 撤退之后，你想要再追就有点勉强。这波追击距离拉得太深，导致自己后排的队友没有办法跟伤害。对，而且距离有点远。画面切回来，灰八又锁到了鱼蕊，德莱文闪现跟上一刀。同样的，上路也在开花，有办法操作，有个护盾，但是IN9最后一发一技能也成功出手。小张 IN9上中的2兄弟，在这波越塔的血量处理上面做得非常到位。SMI 这个酒桶能把兵线清掉，我感觉节奏已经彻底乱了。你发现没？就是从先锋打完那波之后，到现在这个时间点，短短的3分半，SS1 彻底被打乱了。本来一个军事的局一下子被拉开了7000差距，而且 RV 给到的侵略性是非常足的。一旦拿到优势之后，从你的野区
到你的防御塔以及到资源，我都是要的。那这一波还是很极限。对，就2个人非常极限，而且同步回城。而且我觉得开山海豹其实，哎呦，2段摇直接腰闪，嗅觉嗅到了，被咬到，如果跟上这一镖有可能会死。灰八已经提前把护臂给做了出来哦。作为魏的话，他这局需要入场的，所以说他提前做护臂，使用效率也是挺高的。作为一个魏，他对位经济领先这么多，这个豹女就是越这样的优点后面打不了啊。主要现在他进场不用怕了，他可以直接去越塔，一拳轰到，没有去大 Yuri， 自己没有把中亚开出来，被塔下秒掉了吗？这波灰八进去没有开中亚是有点深了。而且队友阵亡了，也没有兵线了，中路这波进攻就停手。是的，其实是给了一波节奏出去的，因为现在阿克斯可以缓一口，去对面也去看一眼。我觉得这个亚索选下来，其实对于他们整体队伍的发挥，在团战画面里面还是有些缺失的。哎，要直接拼大龙。对面5秒的复活时间，但是银亮 TP 了，而且 RV 这边4个人是很齐的。猛七开大再绕后，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个关键的 C 位。先去开闪现，直接咬到了 Barry。2段横冲直撞，直接一个人要单切了吗？一个人在4个人当中单切掉了对面的德莱文，但是自己也倒了。而且灰八赶来正面之后 ，SSY 是没有办法去动资源的。回家正好补个装备。然后我感觉萌七其实他作为鳄鱼的话，他知道自己到这个时间节点的话，他再不找机会，他自己是走一个下坡路的。但你要知道的是，现在这个瑞兹要发育起来了呀，拖了很久。他刚出了帽子。这一波单切确实有点东西啊！萌七的绕后角度，这个嗅觉很灵敏。小龙，先拿小龙吧。中路被嘲讽到了 ，SMY 有点扛不住伤害，对面都回家补完装备，德莱文已经是2件半在手了。而且酒桶不在的话，其实这个大龙视野的压力会非常足。其实也不用着急，因为 RV 可以通过安人9在边线上慢慢发育。现在安人9已经是3件在手啊，对吧？我们虽然说一直没有给到瑞兹太多的一个视角，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经济慢慢补上来很高。对，他发育很好。是。而且他很快要接管比赛了。这把安人9是有能力接管比赛的。对。我们赛前还在聊安人9，其实，在 RV 当中，他一直是承担了一个偏向于牺牲位，就是会放掉一些资源，让队友去 C。但是这一把的阵容选出来，其实安人9是绝对的 C 位。是的，对吧？他跟德莱文双 C 嘛，一个是承担前期，一个是在有了3件套之后把后期给接管。而且因为我们知道小张其实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上单，所以中上2路总要有一路大家去牺牲一点，对，去平衡一下。对吧？萌七的出装也是非常暴力的，他是破败加绿川，又是考虑直接一个人单切 C 位的。现在 SS1 是5个人抱团，这样的话其实你很难找到我一个掉点的机会。这样大龙的话是比较安全的。上路想动手抓安人9，但是安人9也有大哦。估计觉得大招跑不了了，跳出闪现，3个闪跟上，小张落下来位置会有点小尬，不过队友可以来接一下。大招掰回来一个，想2打3吗？队友还没跟上哦，这波小张有点太冒进了。这就是我们说左边他5个人抱团的优势。哎，但这个掰确实有点没道理啊，因为队友离得非常远。德莱文和安人9是死了，然后德莱文都不在正面。这波是给到 SSY 一波开大龙的机会，并且萌七又在一个绕后的位置。他上一波通过这个绕后是绕走了 Barry， 而且他主要是要看一下灰八的位置。灰八想要过去来抢，2800的血量不敢进去了。这个大龙被 SSY 拿下。哇，这2波给的失误有点大吧？我觉得安人9第一时间其实他交大也能走，然后小张不放大招，他怎么都不会死。结果连送2个出去，大龙没了。
而且我觉得这一波也是因为 SF1 他要发挥自己整体阵容的优势，就是我这个阵容就是我抱在一起打，我去找机会的话，我其实是有机会让对面产生掉点的。对，你看这一波，其实安仁有在看到视野的一瞬间，离对面的距离还是蛮远的。然后小张踢下来，安仁9已经没保下来之后，想走也能走。就没必要去尝试做2打3这种举动。你看他这里是纯纯的跟 Tex 2打3。但还好，因为他想的是队友要来了，他自己毕竟是个培养体，他觉得可以拖一下队友过来包的时间。但我们也在上局比赛也看到过，就奎桑奇大招一开之后，他的坦度其实是有限的。所以刚刚没有扛住太久的时间。现在大龙半副的齐推 SS1，这个中塔终于是能够拔下来了。是的，而且你看他们现在就是抱团。先推塔吧，61滴血，先把塔给推了，大招刮一下没有刮中。我只能说 SS1 稳得很啊，就是拿了大龙之后，顶过来，喂，复活甲已经在手了，强行换掉了开心海豹。我第一次这样拿到大龙之后5人齐推，2个边塔是不带的。他们也没有打得太贪，对吧？毕竟经济还是落后蛮多的。很稳。这个大龙是帮 SS1 去缓一口，而且他们非常稳健，这样是可以帮助自己缓解龙魂的压力的。龙魂，我觉得 RV 也会过来争，所以这波团战，看看 SS1 提前落位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去蹲一个。对，就他们至少是在龙魂打这个龙魂是有一些地形的优势的。不过被 RV 4个人给挤走了。哇，这先站住位，直接被挤走了。灰八被poke了很多的血量，吃了2标加一个1技能，炸开之后2800，看看会不会尝试拼城。阿克斯特并没有进去，红色方是拿到了炼狱龙魂。呀，这个龙魂压力并没有缓解，主要是刚刚开心海豹是被对面给杀掉了嘛。所以说少个人的情况下，就算提前踩住龙坑也站不住。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个时间，第一是缓解一些经济的压力，然后第2件事情就是保一下这个小龙，但并没有。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大龙给他们拿到的优势并不多，只有一个中塔。这算是我们比赛当中看到大龙拿完之后收益比较少的对决。对，因为他们甚至都没有选择中下半途的推进。我觉得这个大龙起码你把3座外塔全拔了吧，只拔1座外塔收益有点太低了。但说实在，你看他们只拔一个中塔，其实 RV 给到的压力也很足啊。是，就如果你可能分散投资一下的话，你中路可能3个人都要死。直接锁定了超远距离锁到 SMY 身上 ，SMY 赶紧交闪。要知道现在 SMY 身上是有护臂的。如果真的被开到的话，也能通过护臂去拖一会儿。而且现在 RV 的这个双 C 伤害有点爆，逼出小张闪现，再给1标。现在萌气也完全不省，就是灰八的护臂复活甲都在身上，能留住吗？德莱文给个大招做支援，伤害很高，萌七扛不太了了。丢来。炸回来，但炸的是个加里奥，泰克还是蛮肉的。多朗普顿超不到了3个人，并且有复活甲的灰八进去先卖一波伤害。Barry 在一旁狂 A 不止，阿克斯特被 A 死了，红 buff 烫掉。那只能分头走啊！但这边明显他们并不想去追泰克。开心海豹很能操作，但是伤害不够看。一波打完之后0换5的团战 ，RV 虽然说在这个中期的失误是有一些的，但是他们在这种决胜的团战当中，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对，也是可以让我们恭喜 RV 这一把1比0领先对面。中期我们一度能看到就是。
然后安九也是使用了这个英雄，然后刚好就辅助了林伟翔嘛，然后也是用这个皮肤。那当时是一个波比辅助。两边的打野开野路线，红四方是从上往下，然后赵信是往上去开的，最后是选择让蒙西在中线上对阵到了209的一个波比。大陆的对线压力吃的好大呀，上来一日就半血没了。这卡尔马加飞机的对线组合应该算是目前版本当中下路 T 级别的了。再给放灵光炸弹，幼儿又开始扛压了，但好在就像你说的，我觉得他使用这种保后期的英雄，也是给 SS1 这边保一手后期的希望嘛。但我觉得如果这样被压线是有可能被螳螂越的，所以是需要保一些血量啊。能前期要亏一些兵。叠层速度也会有所放缓。因为前期还好吧，主要是到了这波野区刷完，开心海豹打阿卡丽，这个选手他就是比较……哎呦，这波又被跳上来打了2下，打个贾克斯前期对线确实很难受。不过贾克斯小张得当心一下，自己打野是在下。然后对面的赵信明显是往上刷的，这需要注意一点。已经看到了灰八的位置，直接走了卡尔玛。灰八想要去野区找阿克斯特，而且是找到了，过来拼一下惩，没有惩下来。阿克斯特4级追着灰八打，挑上去，再给风斩电刺，差1丝血。小张来了，所以他不敢去追，直接停手。这波也是开心海豹被打回家了嘛？如果开心海豹在的话，我感觉阿克斯特就要捅到底了。闪现也在。这波我觉得给开心海豹压力其实太大了。哎，艾瑞，下路 Barry 是被打掉召唤技能，上路想要过来应越，阿克斯特塔下还是没有经住诱惑啊，进去之后被对面反杀了。还是刚才的那个诱惑，一直诱惑到现在。对，就刚刚那个1丝血的灰八，他真的太想动手了。主要我觉得对于开心海豹这样的选手，他虽然刺客的类英雄，大招起手了，要去杀小张，交闪了直接。打个技能也行。因为你中上2路对线的换线的话，其实上路来中路打倒是问题不大，你这个中路去上路，你这个对线还是挺有说法的。这里捅到了，但是捅完之后伤害差1丝，并没有斩杀灰八。那我觉得可能在刚刚追击的过程当中，尝试闪现去捅一下，会有点效果，因为毕竟到了对面塔下了嘛。一旦没有杀掉自己，就是白送的。这波节奏，双路现在来到了中路。那青钢影和波比，选择了一个对位的换线，上下2路做了一个调整。因为贾克斯现阶段打青钢影，一定是更好打的那一方。带着双 buff 上来直接敲。红西又被套了一套，就只能强行交大招保自己了。灰八可以回去把蓝刷完之后再回家。而蒙西的话是被打掉一个大招，不过召唤师技能没被打出来就还行。你从上帝视角看的话，灰八拿了一个螳螂，他前期的动作比赵信多。这是选手打法风格上的问题。你看灰八这一开始上来就盯着对面的野区去入侵，对吧？而且是去找一个赵信。我觉得阿克斯也是被对面找怕了，不知道对面后面有没有人。因为第一波赵信的战力是绝对比螳螂强的，而且惩戒也是自己惩到了蛤蟆，所以说他如果杀完螳螂之后，自己能够先来到5级拥有大招。就还是求稳了一手吧，就不晓得就灰八这么进来是什么意思，对吧？你一个人敢顶着就前期来入我赵信的野区，但其实确实，灰八打法就是这样的。但你说他这个英雄其实本身打法应该没有这么激进的，还是要刷一会儿。对。
这把其实我觉得下路对线上面 SS1 做的还行哦，并没有被压制太多。白银海豹交闪现，巴德盯完之后有没有机会杀一下灰八？灰八也果断交闪接大招，而且稳稳在防御塔下，这个位置也不好再追。到时候清完可以回家了。就我觉得这把在对线端下路没有出什么问题，其实就算对的不错，因为本身面对到的对面这个组合压力给的是很足的。这样子后面可以让巴德一个人去游，因为小火龙只要层数叠起来之后，他中路的清线能力是非常强的。我觉得青钢影和阿卡丽其实前期对线他们就本着一个我稳定好我的发育，因为他们是需要花点时间的，那前期肯定会难受一些。巴德开门过来支援，小张被晕在原地，这波3抓1，小张能跑吗？跳斩接闪现，阿克斯特又是差一丝血没有击杀小张。连续2次在这个塔下，一次是没有杀掉灰八，一次是没有杀掉小张。而现在先锋刷新了，但这一波，哎呦，被反找到了机会。SMY 阵亡，辅助吊点，阿克斯特被粘住，打一波大的，顶到墙上，自己也没了。那要不要看一下？这个先锋肯定没了嘛，对吧？看不了了已经。现在 August 也不在，小龙也没法看。就我刚刚有注意到阿克斯特那波进攻，他是有惩戒的，他没有去惩，可能就是想留着惩戒去打这个先锋。但我觉得这波进攻已经打成这样了，你不如在那个地方惩戒直接交了，把小张给杀在塔下。我觉得这个惩戒留给先锋是没啥问题，主要是正面有点打不过，因为第一时间其实是正面一个4打4，RV 这边人其实也是在来的路上。跟上一把比较一样的节奏，在第一波资源刷新之后的这3分钟之内啊，我觉得 SS1 不能再亏更多了，对吧？先锋亏完之后，不能塔加龙一起掉。这把 RV 还是相对保稳的，这个龙没有想过来抢的意思。贾克斯也是出到了这个版本新出的装备啊，黄昏与黎明。它对于这种需要靠平 A 附带特效的战士而言，是个非常好的装备。但我觉得 rank 里面，这个装备，我最近看了有一些 UP 主在聊，它算一个机制层面的装备。特别是配合3环的那一下。啊，这中路想去开回8，但是后续的伤害有点跟不上了。小火龙是不敢持续去平 A 输出的，他只敢远距离放大招。这个 Barry 给到的伤害也很足啊。这是英雄上的差距啊！在这个时间点，小火龙跟飞机的战力不在一个层级。但没有兵线了。这个先锋是不是没必要放？感觉都还可以再来磨。对面交 TP， 但是被大导弹轰了一下，两边都没血了，而且299直接锤走，不给你任何防守的角度。就赛前说的直接先锋放下路，这样中下2座塔齐破，这样小火龙的发育会受一些影响啊，因为他没有塔。其实我就是觉得这把小火龙可能不是一个好选择。虽然说能够给后期去托底吧，但是你前期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现在中下2座塔都掉了，我觉得可能得分配一些资源在小火龙身上去保他一下发育，或者说配合阿卡丽。就我之前讲到他们 SS1 这套阵容的巴德加阿卡丽加青钢影的组合还没有打出来，对吧？这种拥有强野区作战能力的组合，这段时间得找找节奏了。鱼儿又被盯上了，现在没有防御塔，每一波都很危险。巴德盯的不错，青钢影直接做到锁到 Barry， 我伤害不太够哦。299过来推了一下，逼掉蒙西的闪现。蒙西是拉开了卡尔玛控制的距离，有惊无险的一波。现在来收你的野区了这个 Barry 玩的完全没有压力啊，因为左边其实可以有切他能力的人很多呀。但是现在找不到节奏，就 SS1 发不起一波正经的进攻，他们每一波都是在被迫做防守。而且其实左边这些
现在局面已经不一样了呀，现在是灰8 11级 ，Argus 的10级，交出闪现也被定在原地，对吧？跟游戏开局不一样了，来到11级的螳螂是能够去找赵信麻烦的。是的，而且因为赵信他本身就是要找节奏的英雄。现在野区，下半野区也在被吃。4000块的经济差，10分钟。而且这些经济差主要集中在上单和 AD 身上。上单 AD 打野，对吧？3路的领先其实是比较关键的。对着贾克斯2件套在手，青钢影已经没有办法在单线上打贾克斯了。或者直接交闪。我觉得阿克斯特还是昨天调整回来了，今天好像又有点迷失自我，对吧？这把的赵信玩的有点不果断，不管是一开始的闪现跟上去击杀，还是说这波捅上去再交闪。画面切回来 ，Barry 一个人飞到人群当中去打伤害了，顶着小火龙大招去硬点，这波是被小火龙终结掉了，并且阿克斯改到正面战场，想要去收回8人头，灰8有大招有隐身，又走了又走了。 看看能不能让 Yuri 收一下，有红 buff 在身上的，可以捏一下2人9。2人9选择求稳交闪，下路小张趁你这个空防期啊，你所有人都在上半图，啊下半图这边已经把2台带掉了。应该是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节点，这波小张是跟蒙奇打了一波，但是刚刚也聊到过，小张现在这个装备别人怎么跟他打？ 他峡谷制造者加上黄昏黎明，领先太多了。这是刚刚下路的一波单杀，直接提前去取消晕，把蒙奇晕在草丛当中。那小龙没问题，回8也可以直接吃了。确实迷失了。 就我觉得阿盖斯特在碰到灰8的时候，这把打的是捉襟见肘。我感觉他很犹豫。是的，有可能也受到了上一把的一些影响吧。因为上一把灰8这个位给的压力还是太足了，这波野区的碰撞，赵红的大招也只能起到击退的作用。龙，哎呦，安然球想完成刺客吗？不过阿盖斯特没有来，这是个绕后的角度。 龙已经打到一半了，冰起来之后选择过来先打人，龙家人一起要收。小张一个人追着蒙奇锤，蒙奇交出钩索跑了，但是 Yuri 和开心海豹跑不了。哇，这个 Barry 这把玩太舒服了，他这个伤害量一会儿结束，我觉得要看一下。我感觉他永远都顶在最前面，等在别人脸上，在那跟输出。 都不需要在侧翼找什么很舒服的位置。是的，这个一起去推的话，我觉得小张一个人破高地就行了。RV 可以趁着这波大龙尝试一波，跟过来之后 ，Barry 赶来支援，阿克斯特再次放出大招，但是他的大招在这局游戏当中只能用来逃跑了。现在上路的高地塔已经破了，而且左边现在 SMI 是阵亡的。 这个兵线压力也很足啊，可能3座高地要一起掉了。这个下塔应该保不了。小张在侧翼虎视眈眈的过来，直接先去找阿克斯特，塔下硬杀你，安然9还能给大招再锤一个。不过灰8是扛塔扛的太多，然后被解决了。哎，我要反打吗？反手的强开，想把安然9留下。哎呦，开心海豹的进场，切了3个人，但是。 就是差装备啊，伤害不够。对，本来这波如果伤害爆一点的话，是有机会3杀的，很完美的一个进场角度。给安然9活了下来之后，小张要接管残局了。而且侧因为蒙七也做主了安然9，其实这一波都是伤害不足。是的，啊，全员撤退，3路高地齐推，可以等待下一波的总攻。看看临走的时候要亮个表情。就你能看到开心海豹他的一些对于刺客的进场。 时机把握是很到位的，但是这把就是碍于装备太差了。现在 RV 回家补了一下装备，
顺便把野区收了收，组织第2波进攻。其实是结束游戏的一波了。现在灰八跟小张2个人一起逛野区，只要杀完1个就可以直接一波。脸上碰到了，撞到了阿克斯特，大招甩走2人，小张跟闪，接跳跃。灰八收下人头之后，看一下能不能留下 SMY。做墙去跟1个人跳到2个人的脸上，小张再晕1个，这把他贾克斯。灰八进场了，收掉青钢影 ，Barry 也赶来，完成残局的收割。通过灰八1个人的代价完成了团灭，那直接推基地就可以拿下比赛胜利，也是让我们恭喜 RV2比0带走 SS1。确实很简单。